大家好，我是岁月安心站的张文静。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每次翻开那张绿色的健保卡，就觉得它只是一张看病时的通行证，好像只有在医院挂号、领药的时候，才会想起来把它从钱包最深处翻出来。但我今天想跟大伙儿掏心窝子说一句，如果我们真的只把健保卡当成一张挂号证，那可能每年都在白白错过一笔不小的财富。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就在这张我们几乎每天都带在身上，却极少仔细看的卡片背面，其实藏着一个被大多数人忽略的金密码。只要符合特定的3种条件，政府每年都会往这里面补助好几千块钱，甚至更多。这可不是什么小道消息，也不是需要托关系才能拿到的内部福利，而是实实在在写在国家医保政策里的规定。只是我们平时看病的匆忙中，从来没有人停下来跟我们掰开揉碎了讲清楚。在正式进入今天这个关乎每个人钱袋子的话题之前，如果您觉得今天分享的内容给您带来帮助，请您伸出手指点一下屏幕上的订阅按钮，并且点亮旁边的小铃铛。这里是岁月安心站，一个只讲真话、只讲实话，帮咱们老百姓把日子过得更明白、更安心的生活频道。如果您觉得张姐今天聊的内容哪怕只有一句话对您有用，也请在后面的评论区里留个言，让我知道您来了。好了，我们下面进入正题。首先，咱们得把这事儿掰扯明白，到底什么叫健保卡的金密码？您别把这个词想得太神秘，它不是说你得去什么特殊机构解密，也不是说你卡里原本就有钱。咱们平时交的医保，绝大多数人理解的就是生病了能报销，这个理解没错，但太窄了。那个金密码真正指向的是我们医保体系里一个非常暖心的设计，它叫做大病保险，或者在某些地方它还包括针对特定困难群体的医疗救助。您听到大病这2个字，是不是心里就咯噔一下，觉得哎呀，我又没得大病，跟我有什么关系？这就是最大的误区。我跟您打个比方，医保就像咱们给自己家的房子买的一份基础火灾保险，平时有个小火星，我们用灭火器，也就是咱们医保卡里的个人账户和门诊报销就能扑灭。但是万一真的不小心烧起来了，火势一大，光靠这个小灭火器是根本不够的。这时候那个我们平时可能根本没在意，甚至不知道存在的大病保险，就像是消防队派来的高压水枪，它不需要你再额外掏钱去请，只要你买了那份基础的火灾保险，也就是咱们每年交的城乡居民医保，这支高压水枪就自动待命在你家门口了。这就引出了一个特别关键的点，很多我们以为的小病，在某些特定情况下，花销累积起来，其实已经触发了那支高压水枪的开关，但因为我们自己不知道，从来没去申请过，那笔几大千的补助就这么悄无声息地溜走了。这可不是我在吓唬大家，咱们的身体是一个整体，很多时候生病不是今天感冒明天就好这么简单。比如家里有老人不幸查出了糖尿病、高血压这些需要长期吃药的慢性病，或者因为冠心病需要长期服药甚至住院调理，一年下来，药费、检查费、住院费加起来，那是一笔不小的数目。这时候那份隐藏的补助就应该启动了。那到底这个金密码具体是怎么运作的，能让咱们拿到这几千块钱呢？它不像商场打折，到了门口才告诉你，它像我们身体里那个默默工作的免疫系统，平时没感觉，但一旦遇到外敌入侵，它就开始发挥巨大的作用。这也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深入聊聊的，藏在健保卡背面的第一个，也是最容易被激活的密码，大病保险的自动报销机制。您可能会问，张姐，这既然是自动的，那我还操什么心呢？话是这么说，但关键在于，我们得知道它的起付线在哪里，心里得有本明白账。这个机制是这样的，在一个年度里，通常是从每年的1月1日到12月31日，咱们因为生病住院，或者在门诊看那些被医保部门专门列出来的特殊病种，比如前面提到的尿毒症透析、恶性肿瘤放化疗、器官移植后的抗排异治疗等等，所有的花费在经过基本医保的第一次报销之后，剩下的需要我们个人自己支付的那部分费用，如果累计超过了当地规定的一个起付线，这个数字各地不一样，有的地方是1万多，有的地方是2万多，但大多是咱们普通家庭努力能扛，但又确实感到压力的那个数，那么超出的部分，大病保险就会开始按比例进行2次报销。您听听，是2次报销，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在您最需要钱、最艰难的时候，国家又悄悄地帮您承担了一部分。而且最关键的一点是，这个报销通常是一站式结算的，不需要您再拿着大堆单据跑去医保局申请，只要您出院刷卡结算，系统后台自己就算清楚了，符合条件，直接就给您扣掉了。所以咱们如果不清楚这个规则，可能出院时看到账单，只是觉得虽然报了，但自己还是花了不少。但如果您懂了这个金密码，您就会明白，那份账单上的数字已经是国家帮您进行的2次保障之后的结果了。
看到这里，您可能会想，那这不就是给得大病的人准备的吗？我身体好，1年也不进一次医院，这密码跟我有啥关系？别着急，接下来我要讲的这第2个密码，可能跟咱们每一个人，特别是家里有老人、有孩子的家庭，关系更紧密。这个密码的名字叫门诊曼特病待遇，这才是真正的隐形金矿，也是绝大多数人最容易忽略掉的。很多人觉得医保只管住院，平时在门诊拿药，那点钱报不报无所谓，但对于那些需要长期吃药的慢性病，比如高血压、糖尿病、乙肝、类风湿性关节炎等等，1年下来，药钱累积起来真的不是一个小数目。我邻居家的老李大哥，糖尿病10几年了，以前每个月都要去医院开药，胰岛素加上降糖药，1个月自费要好几百块，1年下来5、6千块就没了。他总跟我念叨，这病啊就像个无底洞，把退休金都吃进去了。后来我告诉他，你赶紧去你们那儿的医保局问问，像你这种需要长期门诊治疗的慢性病，能不能申请门诊曼特病认定。老李大哥一开始还半信半疑，觉得这能有啥用，结果他去一问，还真是通过认定之后，他在门诊开这些治疗慢性病的药，报销比例一下子从普通的几十%提高到了跟住院差不多的比例，有的地方甚至能报到8%、90%。咱们来算笔账，以前1个月自己掏5、600，一年就是6、7千。申请之后，假设报销比例提高到85%，那1年自己只需要掏1000多块钱，相当于政府1年就补助了他4、5千块，这不就是实打实的钱吗？这就是那张健保卡背面藏着的金密码在闪光啊！所以，这第2个密码的关键在于主动申请。它不像大病保险那样是全自动的，它需要咱们自己或者家里人拿着相关的诊断证明、病历材料，去当地的医保经办机构填一张表，申请认定。一旦认定成功，您就会被纳入这个慢病管理系统，以后再去看门诊、拿药、刷卡的时候，系统就会自动按照这个更高的比例来结算了。这比每年几千块的补助，就这么实实在在地减轻了您长年累月的负担。很多人不知道，或者嫌麻烦不去办，其实就等于每年都在主动放弃这笔钱。讲到这里，张姐心里有点不是滋味，因为我知道正在听我说话的朋友里，可能有些人的情况比老李大哥更困难一些，比如家里面有人失去了劳动能力，或者家里只有年迈的老人带着年幼的孙子，整个家庭的经济状况比较紧张。那么接下来这第3个密码就是专门为您准备的，它是我觉得整个金密码体系里最温暖也最有力的一道保障——医疗救助。这项政策是咱们国家医疗保障网最底部，也是最坚韧的那一层网。它专门针对那些经过前面所有报销之后，个人负担仍然很重，甚至可能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家庭。它的存在就是为了防止任何一个家庭因为一场病而被拖垮。但是这个密码隐藏的最深，也最需要咱们主动去破译，因为它不像前2个靠刷个卡就能触发一部分，它需要您去了解您或者您的家庭是否符合当地政府认定的医疗救助对象条件。这通常包括咱们常说的低保户、特困供养人员，也就是以前说的无保户、孤儿，以及在乡村振兴部门里登记在册的防止返贫监测对象等等。如果您或者您认识的人属于这些情况，那这第3个金密码带来的就不只是每年几千块的补助那么简单了。首先，在每年交医保的时候，这些群体通常能享受到全额或者大部分的缴费资助，比如刚才提到的那些官方文件里写的，有的地方是特困人员个人不用交钱，财政全额补助，低保对象可能只需要交一小部分，大部分由政府承担。其次，在看病的时候，经过基本医保和大病保险报销之后，剩下需要自己付的钱，医疗救助还会再给报一大部分，而且很多地方对这个救助是不设上限的，或者上限很高，就是为了彻底解决这部分困难群众看不起病的问题。我之所以要把这3个密码掰开揉碎了讲，是因为我见过太多人，因为不了解这些政策，在疾病面前独自硬扛。我也见过一些人，明明符合救助条件，却因为不知道该怎么申请，或者觉得求人办事难为情，而错过了本该属于他的那份帮助。我想告诉您，这不叫占便宜，这是依法享受国家赋予您的合法权益。咱们依法缴纳了医保，在困难的时候就有权利去申请这些保障。但是现实往往比我们想的要复杂，就像我在前面跟您讲到的，那个自动的大病保险虽然不用我们操心，但如果我们不了解起付线，心里就没底。那个门诊曼特病，如果我们不去主动申请，它就永远只是个传说。那个医疗救助，如果我们不主动去社区、去街道、去医保局打听，它就像是藏在深山的宝藏，我们永远找不到。所以接下来这段非常关键，咱们来聊聊，面对这3个藏在健保卡背面的金密码，咱们具体应该怎么办？我把步骤给您拆解开，咱们一步一步来。
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是弄清楚，别含糊，找个时间，别在手机上瞎查那些乱七八糟的广告，直接带上您和家里人的身份证、健保卡，去您户口所在地的社区服务中心，或者直接去当地的医保局办事大厅，您就大大方方地问工作人员3句话，得一句，您好，我想了解一下咱们这今年的城乡居民医保大病保险起付线是多少，报销比例是多少。第二句，我想问问，像我父亲或母亲这种有高血压、糖尿病的，能不能申请门诊慢特病，需要啥材料？第三句，我们家的情况是这样，简单说明家庭困难情况，您看我们符合申请医疗救助的条件吗？如果符合，流程是啥？您别觉得不好意思，这本身就是他们的工作，而且您主动去问，说明您对自己负责，对家人负责。把这几个问题弄清楚，您心里的那本账就透亮了。第二步是准备好，别遗漏。如果社区或者医保局的工作人员告诉您，您符合申请条件，那接下来就是准备材料。通常需要的东西有患者本人的身份证、户口本、健保卡，还有能证明疾病情况的医院诊断证明、出院小结、费用发票等等。如果是申请医疗救助，可能还需要填写家庭收入和财产状况的核查授权书，这个过程可能会有点繁琐，需要跑几趟腿，填几张表。这时候千万别嫌麻烦，您要想，这是在为自己家争取应有的保障呢。这几趟腿跑得值，家里有年轻人的，尽量让年轻人去跑。如果只有老人，也别急，社区的工作人员一般都会很耐心地告诉您每一步该怎么做。第三步是用起来，别浪费。一旦申请成功，您一定要记住这个待遇，以后再去医院，不管是住院还是看门诊，缴费的时候都要留意一下那个结算单，看看上面有没有显示大病保险支付、医疗救助支付这些条目。如果没有，或者您觉得算的不对，一定要当时就问收费处的工作人员。咱们得学会看懂自己的账单，这上面清清楚楚的写着咱们的钱都花在了哪儿，国家又帮咱们分担了多少。其实咱们聊了这么多，您可能会发现一个贯穿始终的线索，咱们的健康不光掌握在医生手里，也不光取决于吃多好的补品，更多的时候它藏在咱们对生活细节的洞察和规划里。那张小小的健保卡就像咱们健康之城的城防图，而这3个金密码就是图上标注的可以打开城门的3个关键位置。如果不知道密码，这道城门就是一堵厚实的墙，把风雨挡在外面，也把本可以得到的支援关在了外面。如果我们知道了密码，并且主动去输入它，它就能在最关键的时刻为我们调动来最强大的援军。我常说，过日子就像煲一锅好汤，火候要慢，心思要细。对身体的管理，对健康的管理，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事，而是靠咱们平日里一点一滴的用心。今天您花几分钟听我聊这些，明天您花半天时间去社区问一嘴，也许就能为您的家庭在未来的某一天省下几千甚至几万块钱。更重要的是，能让您在面对疾病的时候多一份底气，少一份焦虑。好了，朋友们，咱们的健保卡不只是一张看病卡，背面藏着3个金密码。第一个是大病保险，基本医保报完后，它会对个人负担较重的部分进行2次报销，自动启动。第二个是门诊慢特病待遇，需要长期吃药的慢性病患者，在门诊拿药可享受住院一样的高比例报销，一年能省几千块，但需要主动申请。第三个是医疗救助，针对困难家庭，通过资助参保和2次救助，为最脆弱群体织起保障网。希望张姐的分享能帮您照亮那些模糊的角落。下次拿起健保卡时，想想是不是还有该享的福利没想到，能不能帮家里老人打听打听。您为健康付出的每一点努力，都在为未来生活投票。也许这个月花一个下午咨询，下个月买药钱就变少了。今年多留意政策，明年遇到事心里就有底。这些早知道累积起来，就是晚年最大的安全感和底气。就像岁月安心站这个名字，张姐最大的心愿就是咱们都能在岁月流逝中活得明白，活得安心，不被术语吓住，也不被福利落下。好了，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如果您觉得张姐讲的这些对您或者您身边的朋友有一点点用，请您不要吝啬您手中的点赞，也请您动动手指，把这条内容转发给您最关心的家人、老邻居、老同事。也许您的一次转发，就能让一位正在为医药费发愁的老人找到一个新的出路。如果您想继续跟着张姐学习更多这样贴近生活、实实在在能改变咱们生活品质的健康知识，请您一定记得订阅岁月安心站，咱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